24 hours later. 我们开封酸梅汤泡酒，这款是用全程常温的方式浸泡2个月的酸梅汤酒，酒体是华丽优雅的紫红色，颜色主要由玫瑰茄而来，前口淡淡的桂花香气，中后口是玫瑰茄的酸感，后口和回味是乌梅的厚重感。然而，我之前还用60度恒温水浴快速浸泡的方式测试过一次，与这款相比起来，60度恒温水浴浸泡的酸梅汤酒增加了一些橙皮的香气，前中后口的衔接也更加的顺滑，但是缺少一点果味的穿透力，两者各有优缺点。加冰冷饮会让果味更加清透，但厚重感也会损失一点。泡酒的测试，我最近做的越来越多，口感的对比也越来越多，发现不同产地的水果、不同的成熟度、不同的蒸馏酒、不同的浸泡温度和方式都会影响到最终的口感，让我体会到大量的测试和深度思考探究的重要性。酸梅汤泡酒60度恒温水浴的方式，个人感觉是4星半，常温浸泡的方式4星。我们开封荔枝樱桃泡酒，里面有一些细小的果肉碎屑，不是絮状形态，而且没有异味，是荔枝泡酒中正常出现的。大家自己泡的话也不用担心。酒体是明亮鲜艳的橙黄色，比较少见，也非常漂亮。入口是樱桃的酸甜，随后是荔枝的甜，回甘是荔枝的果香，酒的鲜爽略带着微微的刺激口感。与单独的荔枝或樱桃泡酒相比，口感的层次增加了许多。樱桃和荔枝的果味在口腔中交替的轻挑着味蕾，内敛而又不张扬，既融合又互补，恰到好处，十分美妙。荔枝樱桃泡酒，个人感觉是5星。
1年多的水果泡酒，最头疼的水果是香蕉，因为普通香蕉泡酒只会增加绵密感，香蕉的香气很难表现在酒里。但经过我1个多月的测试，总算小有收获。接下来先分享3个比较满意的组合。第一种是咖啡豆、香蕉、冻干香蕉、冰糖和酒的组合。冻干香蕉是增加酒体香蕉的味道，普通香蕉是增加酒体的绵密感。香蕉主要承担的中调的滋味，少油脂的青红味咖啡豆承担的前调的香气和味道。再放入冰糖，最后倒入詹姆森威士忌来增加后调坚果和蜂蜜的香味，贴上标签，等待1个月。第二种是香草加香蕉、冻干香蕉、冰糖和酒的组合。香草加会让酒体香气十足，有些激发身体荷尔蒙的妖艳感，但又恰当好处的，不会让你感觉到腻，负责前调的香气，中调依然是香蕉带来的，后调是这款带有夏日风味的威士忌。第三种是草莓、香蕉、冰糖和酒的组合，因为只想增加中调的绵密感，让香蕉负责前调和后调的过渡，作为草莓和威士忌之间的美妙桥接，所以不用加冻干香蕉。浓郁香气的水果或植物泡酒，香气着重体现在前调，前调越浓郁，后调就会感觉越单薄。为了增加层次感，最简单的方式是用威士忌泡酒。杰姆森威士忌不呛不辣，没有梅泥味，顺滑的口感让酒的层次鲜明，香蕉的加入又增加了绵密感。对于不擅长纯饮烈酒的人来说，中和了酒精味，但又保留了酒醇感，果味浓郁，层次丰富。